2016年6月23号，无数英国公民齐聚曼彻斯特市政厅，等待公投结果的出炉。当计票官宣布脱欧程序以 3.8% 的优势得到通过时，全世界都沸腾。无数英国民众和政客认为，英国或将再度开启日不落帝国的盛世。不料，近10年过去了，曾经的日不落帝国，如今却因破产、骚乱接连登上热搜，国家经济趋于崩盘。从脱欧公投到首相走马灯式换人，英国仿佛在作死的道路上一脚油门踩到底。2016年，一场席卷全英的全民投票吸引了全世界的焦点， 72.2% 的英国公民参与进这一场史无前例的投票，最终脱欧阵营以 3.8% 的优势取得胜利，英国自此彻底成为欧洲大陆的局外人。不过，当英国政客们高举夺回主权大旗冲向脱欧投票箱时，或许没人想到这场豪赌会把国家经济拖入泥潭。时至今日，英国超市货架上日渐稀疏的蔬菜，港口堆积如山的腐烂货物，企业主们焦头烂额填写的海关申报表，无时无刻不再把脱欧的代价摊在每位纳税人面前。那个曾经以自由贸易为荣的国家，如今连一颗生菜都要经历9981难才能摆上餐桌。原本畅通无阻的英吉利海峡隧道，现在堆满了等待清关的货车，司机们不得不带着睡袋在车厢里熬过48小时。这不是什么灾难电影场景，而是英国多佛港每周上演的日常。以前3天就能到巴黎的水果，现在要多花200英镑冷链成本，客户宁愿改从西班牙进货。当英国渔民眼睁睁看着捕捞的扇贝因报关延误在码头发臭时，欧盟国家的水产品却通过零关税通道涌入英伦三岛。这种突如其来的贸易逆差，让英国财政部每年平白损失了47亿英镑关税收入，相当于每个家庭多交600英镑脱欧税。随之而来的是跨国企业的撤离潮。日产关闭桑德兰工厂那天，厂区上空飘着的不是英国国旗，而是日方代表遗憾的鞠躬。这座曾年产50万辆汽车的北方经济引擎，如今只剩生锈的流水线和失业工人抗议的标语。最讽刺的是，英国引以为傲的新克利角 C 核电站项目，因为法国电力集团担忧政策风险而不断推迟，工期从10年拖到15年，预算从180亿英镑飙升到320亿，数百亿的项目活生生拖成了烂尾楼。而脱欧派政客承诺脱欧后的全球化英国，在人才市场上遭遇了最尴尬的反噬。各大高校未来的科技精英毕业后能留下的不足30%，英国在高端人才争夺战中既失去了欧盟的基本盘，又没建立起新的竞争优势。大批来自欧洲各国的高校教授纷纷选择离开英国，原因是续签手续的繁琐与高昂。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帝国理工学院的印度留学生同比暴涨 40%。 当然，这并不是脱欧后唯一的影响，还有英国首相走马灯式的换人。从特蕾莎梅的契诃斯计划流产，到约翰逊硬脱欧的豪赌，从特拉斯的迷你预算引爆债市，到斯塔默试图缝合与欧盟的裂痕，短短8年6亿起主的首相府俨然成了英国政策试验场。这场闹剧一般的首相辗转秀，最荒诞莫过于2022年特拉斯45天的首相任期。这位撒切尔的狂热信徒在唐宁街的办公桌上刚铺开自由港法案减税计划，市场就用最冷酷的方式撕碎了他的蓝图。英镑汇率断崖式下跌，国债收益率飙升至 5%， 养老基金面临爆仓，英格兰银行被迫紧急购债。当特拉斯宣布撤回减税政策时，伦敦金融城的交易员们甚至来不及修改做空指令。这位英国史上最短命首相创造的不仅是政治笑料，更让财政缺口凭空多出300亿英镑的黑洞。这场闹剧的余波至今仍在震荡。斯塔默内阁接手时，财政部账本上的赤字已膨胀到200亿英镑，相当于每个英国人要背负3000英镑的隐形债务。而首相的频繁变动也带来政府政策的各种急转弯。除此之外，外交舞台上的进退失据则让英国彻底沦为国际笑柄。约翰逊挥舞着全球英国的大旗，却在跨太平洋贸易协定的谈判桌上发现12个成员国开出的准入条件竟比欧盟单一市场还要苛刻。斯塔默试图通过务实外交向布鲁塞尔递出橄榄枝，却被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兰提醒别妄想特权通道。在被欧盟拒绝后，斯塔默试图深化对华合作，又被华盛顿芯片法案困住手脚。唐宁街的外交官们不得不随时切换工作模式，在亲美亲欧中立各方面来回辗转腾挪。这直接导致几任首相在上台后推出的各种改革政策没有一个成功的。当时英国财政部智囊私下算过一笔账，要兑现不增税、不砍福利、重振基建的3重承诺，除非英国经济突然出现 3% 的奇迹增长。而这个数字自脱欧后就再没出现过。
现如今的英国社会早已是乱象一片，在社会福利方面，全民免费医疗已经崩溃，公立医院等待免费候诊的人数已经排到760万人，然后是落后的医疗器械。在曼彻斯特皇家医院里，上世纪70年代的 X 光机仍在服役，而隔壁私立诊所的核磁共振仪却闲置着等待富豪光临。这种割裂在财政数据上体现得更为残酷，政府每年为维持福利体系耗费 GDP 的 20.3%， 却拿不出3亿英镑更换早已超期服役的 ICU 设备。更荒诞的是，当财政大臣宣布冻结个税起征点时，伦敦金融城的避税天堂正帮助富豪们将270亿英镑资产转移到开曼群岛。这种劫富济贫的福利体系最终演变成中产家庭被迫支付双倍代价，既缴纳高额税收，又自费购买私立教育和医疗。而与此同时，曾经让英国骄傲的工业血脉，如今正以每天2400万英镑的速度流失，产业不可避免走向空心化。日企关闭桑德兰工厂时带走的不仅是2000个岗位，还有价值37亿英镑的汽车零部件产业链。当德国大众收购劳斯莱斯，印度塔塔吞并捷豹路虎，这个发明了蒸汽机的国度，如今本土汽车品牌只剩迈凯伦在苦苦支撑。更令人唏嘘的是，当中国宁德时代投资5亿英镑在匈牙利建电池厂时，英国本土的电池初创企业却因政府补贴延迟宣告破产。目前产业空心化所产生的恶果，英国人民每天都在吃。超市货架上，波兰苹果比肯德郡本地产品便宜 30%。建筑工地上，从中国进口的预制构件比本土生产节省2周工期，就连大本钟的修缮工程都要依赖西班牙的青铜铸造技术。这种全方位的产业失守，使得英国贸易逆差在2024年达到创纪录的1270亿英镑，相当于每天早上一睁眼就欠世界 3.5 亿英镑。当财政大臣试图用服务贸易顺差来粉饰太平时，没人提醒他这些顺差里包含多少离岸金融的灰色收入。而生活成本持续增长的后果，就是民众的暴力与骚乱。反移民暴徒砸碎唐人街玻璃，12家米其林餐厅悄悄撤下了亚洲美食的招牌。环保主义者封锁 M25 高速公路时，物流公司不得不把每趟运输成本预算提高 18%。最惨烈的是2023年的圣诞节，极右翼分子与警察在牛津街混战，直接导致零售业损失23亿英镑。现如今，这个曾经的世界工厂正在经历脱欧与政府动荡的双重阵痛期。金融资本的贪婪吞噬了产业升级的资金，福利主义的惯性消磨了改革锐气，而政治短视和屡屡上演的首相更迭，让每次转型都沦为半吊子工程。当德国用工业 4.0 重塑制造根基，中国以新能源产业开疆拓土时，英国却还在为是否恢复文法学校辩论不休。曾经的日不落帝国，现如今早已连帝国余晖都看不到，在走向下坡路的道路上彻底一去不复返。美元主导地位使欧洲沦为美国政策的附庸。为什么国际贸易体系必须用美元？这是谁规定的？多极化世界需要多元货币体系。以上种种言论是在近些年去美元化潮流如火如荼之下，各国领导人掷地有声的发言。从俄罗斯被踢出 SWIFT， 到印度买俄油用卢比结算，再到中东土豪用人民币卖石油，全球仿佛掀起了一场去美元化的潮流，美元突然成了众矢之的。可奇怪的是，喊了3年去美元化，中国手里却还捏着上万亿美元的美债，稳坐全球美债第2把交椅，这是为何？近年来，去美元化这个词频繁出现在国际头条新闻中，从俄罗斯到伊朗，从中国到印度，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摆脱对美元的依赖。这一趋势的背后，无疑是全球各国对美元霸权的反抗。美国政府近年来将美元武器化，将其作为制裁他国的政治工具。这种做法虽然短期内达到了遏制目标国家的目的，但也引发了强烈的反噬效应。以俄罗斯为例，在俄乌冲突爆发后，美联和西方国家冻结了俄罗斯高达数千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这种做法不仅严重损害了俄罗斯的利益，也让全球各国看到了过度依赖美元的风险。除了俄罗斯，伊朗、委内瑞拉等国家也成为了美国制裁的主要目标。这些国家的外汇储备被冻结，国际结算渠道被切断，甚至被排除在 SWIFT 之外。这让许多国家意识到，将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是多么危险的事情。更为关键的是，美国的制裁政策往往带有强烈的双重标准和政治色彩。例如，在对待盟友土耳其的问题上，美国也毫不客气地祭出了金融制裁的大棒。这种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做法，严重削弱了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公信力，也毫不意外地让各国对美元心生忌惮与排斥。但美国不光对此毫不在意，反倒通过美联储加紧收割韭菜。
这种做法让全球各国苦不堪言，尤其发展中国家。每当美联储开启加息周期时，全球资本就会大量回流美国，导致发展中国家的货币贬值，外债压力陡增。更为糟糕的是，美联储的政策调整往往缺乏透明度和预见性。例如，在2020年新冠疫情初期，美联储实施了史无前例的量化宽松政策，导致全球通胀水平迅速攀升。这种割韭菜式的政策操作，让全球各国对美元的信任度大打折扣。更严重的是，美国政府还在不断透支信任。例如，美国政府不断增加的财政赤字和债务，截至2023年，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已经突破32万亿美元大关。再比如，美元超发。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联储已经进行了多轮量化宽松政策。这种开闸放水的做法虽然在短期内刺激了经济增长，但也导致美元购买力持续下降。数据显示，过去10年间，美元的购买力已下降了超 30%。在美元霸权已经严重损伤各国实际利益的情况下，去美元化已经成为各国的必由之路。那么，近几年来有哪些国家取得了成果？自从全球掀起去美元化浪潮，各国可谓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比如俄罗斯，这位被美国制裁了10多年的老大哥，直接玩起了黄金绑定卢布的狠招。2022年俄乌冲突后，俄罗斯要求不友好国家买天然气必须用卢布结算，甚至搬出黄金卢布的概念，1克黄金兑换5000卢布，硬是把当时快跌成废纸的卢布汇率从悬崖边拉了回来。这招不仅让欧洲国家捏着鼻子兑换卢布，还意外激活了人民币在货币市场上的活力。中俄贸易中，人民币结算比例飙升至 60%， 莫斯科交易所一度出现人民币日交易量超过美元的奇观。俄罗斯央行外汇储备中人民币占比从 0% 暴涨到 23%。与俄罗斯相比，中东各国也差不多。2023年，中国用人民币买下阿联酋的液化天然气，完成了首单石油人民币交易。沙特虽然嘴上说着不考虑非美元卖油，身体却很实诚的在达沃斯论坛上公开表示对非美元结算持开放态度。更绝的是伊拉克，这个曾被美军解放的国家，2023年突然宣布允许对华贸易用人民币结算，理由相当直白，方便获得外汇。毕竟美国冻结了伊拉克央行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账户，伊拉克人自己的美元压根取不出来。至于伊朗，早在2018年美国重启制裁时就彻底放飞自我，不仅把人民币列为3大外汇货币，还和俄罗斯搞起了里亚尔卢布直接兑换，两国贸易直接用本币结算，气得美国财政部牙痒痒。不过也不是所有国家都能玩转去美元化，印度就贡献了2023年最让人哭笑不得的经济操作。莫迪政府雄心勃勃推出卢比结算令，强制要求部分国际贸易用卢比结算，结果贸易伙伴们集体拒绝。原来印度常年贸易逆差，外国企业拿着卢比既买不到足够印度商品，又担心汇率波动，最后只能让卢比在国际市场上跌出新高度。但印度人转头就找到了新路子，和俄罗斯做买卖时，双方默契地用人民币结算，既绕开了美元制裁，又避免了卢比尴尬。在拉美和非洲，去美元化的画风又不一样。巴西总统卢拉当着全世界的面喊出为什么国际贸易一定要用美元，随后中巴签下本币结算协议，巴西雷亚尔和人民币直接兑换，中国进口的巴西大豆、铁矿再也不用经过纽约的收费站。阿根廷更绝，一边和巴西讨论复活南美传奇货币苏克雷，一边把央行里的人民币储备比例从 5% 提升到 18%， 甚至考虑直接用人民币偿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债务。另一边，作为美国盟友的欧洲人虽然嘴上不说，可去美元化的举措却一点不慢。Instex 结算系统原本是为和伊朗做易货贸易设计的，结果德国、法国、荷兰等9个国家悄悄用它绕过美元结算。2023年，欧洲从伊朗进口的石油有1/3通过这个系统完成，连瑞士的制药公司都开始用药品换石油。更耐人寻味的是以色列，这个美国铁杆盟友，2022年突然把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虽然比例只有 2%， 但足以让华尔街嗅到风向变化的信号。在去美元化潮流如火如荼的当下，全球各国纷纷采取实质性举措，在去美元化道路上迈开脚步。然而让人意外的是，似乎最应该去美元化的中国手中却掌控着大批美债，这是为何？在全球去美元化浪潮此起彼伏的背景下，中国仍持有超过8000亿美元的美债，位居全球第2位。不过这并非中国刻意为之，而是某种程度上的无奈之举。首先必须承认，美债至今仍是全球金融体系中最具流动性和稳定性的硬通货。
尽管美国国债规模已突破35万亿美元大关，政府债务占 GDP 比例超过 120%， 但全球尚未出现能完全替代美债的金融工具。欧元区债券受成员国经济分化掣肘，日本国债长期处于负收益率状态。黄金虽然具有避险属性，但流动性较差，无法满足中国 3.2 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配置需求。2023年，全球央行外汇储备中美元占比仍达 58%， 这个数字虽较2000年的 72% 有所下降，却依然保持着绝对优势地位。其次，这与中国经济的结构性特征密不可分。作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中国每年近5万亿美元的进出口贸易中 80% 以上仍以美元结算。当企业将出口赚取的美元兑换成人民币时，央行被动形成巨额外汇储备。要确保人民币汇率稳定，持有相当规模的美元资产作为压舱石至关重要。2022年，美联储激进加息导致全球资本回流美国时，中国正是通过抛售美债换取美元流动性，成功将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波动控制在 7% 以内。这种以美元对冲美元的策略，犹如在国际货币市场的惊涛骇浪中为人民币系上安全绳。最后，中国持有大规模美债具有更深层次的考量。中国对美贸易顺差每年超过4000亿美元，这些美元最终转化为美债投资，形成中国生产、美国消费、美元回流的闭环。这种看似脆弱的平衡实则暗含战略智慧。若中国短期内清空美债，不仅会导致美债收益率飙升，冲击全球经济，更可能引发中美经贸关系的系统性崩溃。所以，中国选择在2023年3月逆势增持205亿美元美债，既是对市场恐慌情绪的抑制，也是向世界传递不主动拆台的信号。毕竟，全球经济复苏的列车需要双引擎驱动，单方面脱钩只会导致两败俱伤。但坚守不意味着固守，中国也并非逆潮流而上，一味持有美债。仔细观察数据曲线会发现，中国持有的美债规模已从2013年的 1.3 万亿美元峰值降至当前8500亿美元左右，降幅超过 34%。这种温水煮青蛙式的减持策略，既避免了引发市场剧烈震荡，又为外汇储备多元化赢得时间窗口。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黄金储备已实现连续18个月增持，2025年初达到2300吨历史高位。这种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布局，犹如在美元霸权的高墙下悄然挖掘隧道。当黄金、特别提款权、数字货币等替代性储备体系逐渐成型时，就是中国从容调整美债持仓比例之日。